凡你开过一枪都会知道啊，有一个东西叫做后坐力啊，这个是牛顿第三定律带给设计的一个不幸的副作用。每一个作用力必须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开枪是这样，开炮就更是这样了。几百年来啊，人们不得不适应这种力量。野战炮或者舰炮在发射后呢，是需要重新瞄准的。现代火炮虽然使用了减震器来减少后坐力的影响，但炮尾、炮管和后座机构仍然需要吸收大量的力量。因此啊，这些家伙都非常的重，重到完全就搬不上飞机。是啊，到了一战，人类已经有飞机了，如果不能够让大炮在这种更加自由的载具上发挥作用，岂不太亏了？于是有一个人终于是开窍了，说：咱怎么就不能发明一门无后坐力的火炮呢？历史的车轮终于开启，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看看无后坐力炮的前世今生。开窍的这位是美国海军指挥官克利兰·戴维斯，他于1912年发明了一种单膛双管火炮，在枪的前后两端各有一个弹药室，前端发射正常的弹丸，后端装填等重的油脂和铅弹。当中心弹药筒爆炸时，会将2发子弹弹出。由于彼此的后坐力大小和速度相同，因此后坐力就相互抵消了，使火炮保持静止。戴维斯的想法于1915年被皇家海军航空兵采纳，他们订购了40、50和75毫米的戴维斯炮，用于武装飞机对抗飞艇和潜艇。然而，这种火炮数量很少啊，而且似乎没有在战斗中使用过的记录啊。我觉得但凡是个正常点的指挥官都不太会愿意使用戴维斯炮，因为他很有可能杀敌100自损1000啊。但无后坐力炮这个想法并没有被人们放弃掉。到了二战期间啊，德国和苏联开始对无后坐力炮技术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德国在克里特岛战役中使用了75毫米无后坐力炮，并取得了成功。这种武器由于其轻便和灵活的特点，被空降部队广泛使用。于是他们就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在多尼尔217轰炸机上安装一门355毫米的无后坐力炮。当然，它最终并没有成功啊。苏联也开发了一系列无后坐力炮，并且在坦克、飞机、船只和掩体中广泛应用。那么二战期间的无后坐力炮是怎么实现无后坐力的呢？让我们回到戴维斯的想法啊。如果将戴维斯炮的工作原理推向极致，平衡用的反击弹的重量可以是主发射弹的1半，而速度可以是主发射弹的2倍嘛，这样它们的动量就相同了。那么再延伸一下，它们可以是任意其他产生相同动量的组合。在极端情况下，反射弹当然也可能只是一团高速气体了啊。实际上，二战期间105毫米以下的无后坐力炮就是基于此想法来开发的。这些武器的弹壳要么有一个薄弱的部分在设计时会破裂，要么直接就设计成是有排气孔的，使大约4/5的推进剂气体被排到了火炮的后面。在那里，他们通过一个扩散枪，本质上呢，这是一个带有收缩部分的喷嘴，可以利用文丘里效应来增加气体的速度，从而平衡发射弹产生的后坐力。这种设计原理延续至今，成为现代无后坐力炮的基础了。无后坐力炮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反坦克作战当中，其轻便灵活和低后坐力的特点使其成为步兵和空降部队的理想武器。无后坐力炮不仅简化了武器的操作，还提高了射击精度和稳定性。例如，英国的120毫米 Wombat 无后坐力炮和美国的 M40 无后坐力炮在冷战期间被广泛应用。它们不仅被步兵使用，还安装在了各种的载具上，包括轻型车辆和船只，极大地增加了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不过花500日红啊！尽管无后坐力炮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成功，但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它逐渐就失去了优势。反坦克导弹比无后坐力炮更加精确，射程更远，且发射装置更轻便，这就使得无后坐力炮在大多数现代军事应用中都被导弹给取代了。然而，无后坐力炮并非完全消失啊！在极端环境下，比如北极地区，导弹系统的电子设备可能就无法正常工作啦，无后坐力炮依然是可靠的选择。此外，在近距离伏击和城市战中，无后坐力炮仍然是具有独特的优势的。好了，今天又收集了一颗好奇的龙珠啊！你们还想听什么？赶紧留言告诉我吧。这是一张相当珍贵的协和式客机的照片。照片当中呢，它在4架法国战斗机的护航下，在吉布提上空进行编队飞行。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它能够在跨洋飞行期间长时间的保持超音速，而大多数的战斗机却只能在短时间维持超音速呢？大概有以下这5方面的原因了。第一，发动机效率。
协和式科技配备了专门为持续超音速飞行设计的强大发动机，它采用的罗罗奥林匹斯发动机呢，专门就针对高速性能进行了优化，拥有高效的燃油消耗率，使飞机能够在不过度消耗燃料的情况下，长时间的保持超音速速度啊。第二，结构设计。协和式科技的机身结构设计呢，能够承受高速飞行所带来的应力，其流线型外形、加强结构以及采用钛等先进材料的选择呢，都是为了减小阻力，承受超音速飞行所产生的高温，并在长时间的任务期间保持结构完整性。虽然也会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啦，比如在飞行期间呢，其飞行控制台的后面就会跟隔板之间凭空生出一个能够将帽子塞进去的缝隙啦。第三，燃料容量。相对于大多数战斗机而言协和式科技具有相对较大的燃料容量了。这张纽约无畏号博物馆的谷歌地图截图呢，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鉴于机翼容纳了大部分的燃料，而协和式科技的那堆巨大的机翼呢，与旁边的战斗机比起来，可以说已经能够当人家的油库了。这就使其能够携带足够的燃料，持续的挥霍在超音速的长途飞行上嘛。第四，热管理。由于空气的压缩和摩擦，超音速飞行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所以协和式科技呢采用了先进的热管理系统来散热和管理机身在持续超音速飞行期间所产生的热量了。这包括将燃料当作散热剂来用并结合冷却系统，以防止过度的温度升高。第五，结构热处理。协和式科技的机身设计呢，考虑了在超音速飞行中所发生的膨胀和加热，它采用了独特的下垂式机头的设计，使飞机能够调整其形状，在超音速飞行时呢，减少空气动力的加热效果。相比之下，战斗机则主要设计用于获得战斗效果，而不是长时间的超音速飞行嘛。他们通常将敏捷性、武器系统和雷达能力放在首位，长时间超音速的耐力呢倒是其次了。并且战斗机的燃料容量较小而超音速飞行时燃料消耗更大，当然也就限制了其持续超音速的飞行能力了。最后，战斗机的结构设计也没有对长时间承受持续超音速飞行所带来的高温和应力做过优化，所以拼高速自然就是拼不过协和了。实际上，为了完成这张协和式唯一的超音速飞行的照片呢，他还深深的把自己的速度给降了下来，将就旁边飞得较慢的狂风战斗机虽然后者已经使出了自己吃奶的劲儿了。这是我的徕卡 M3， 最经典的胶卷旁轴相机，没有之一。它的快门速度呢，可以从最慢1秒来到最快的1/1000秒，也就是1毫秒。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能够仅仅通过肉眼就能判断出我的这台徕卡的1/1000秒快门准不准吗？算了1/1000秒呢有点太难为你了。那慢一点，500分之1秒呢，能看得出来吗？再慢一点，250分之1秒。应该也是看不出来的吧。但是我告诉你，当年徕卡的工程师还有经过徕卡培训的维修技师就能，厉不厉害啊？想学吗？正好我手边呢有一册原版的徕卡 M3 服务手册，今天我就教你了。好，在正式开学之前呢，我们先来大致了解一下 M3 以及类似的胶平面快门是怎么工作的。其实相当简单，它主要是由2片快门帘组成，前帘和后帘，它们会依次通过镜头和感光材料之间起到使快门开合的功能。前帘过去，原本关闭的快门被打开了。接着后帘过去，将打开的快门关闭，而快门的速度呢，就是由2个帘之间运动的间隔时间所决定的。假如前帘过去等了好一会儿，后帘才过去的话，那快门速度就会很慢；而假如前帘刚过去，后帘马上就追过去了，则快门速度呢就会很快。于是，在500分之1或者1000分之1快门速度的情况下，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前后帘之间追得特别的紧，中间只留了一道缝，从而让进入胶卷的光线十分有限，实现了极短曝光的目的。好，讲到这儿，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确定快门速度是否准确的逻辑是什么了？就是看看这道缝的宽窄是否和标准值一致嘛。比方说250分之1秒的缝肯定要更宽，而1000分之1秒的缝必定会很窄才对。但窄要窄到多少呢？窄过了，快门速度肯定就高了嘛。而不够窄呢，就说明快门速度偏慢了嘛。肉眼想要看清楚它呢，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那么就让光来帮忙吧。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还没有任何精确的电子计时工具存在的时候呢，徕卡工程师们就发明了一个模拟装置，来将相机快门的速度精确的调整到1毫秒。它就是这个玩意儿了，一个机械的频闪仪。在其内部呢，有一个以每分钟280圈转速恒定旋转的带槽圆鼓，圆鼓的中央有一个光源，于是光线就会从圆鼓的镂空槽中射出来，形成一条条在我们的眼前闪烁的光带了。此时，如果将徕卡相机的快门放在光带前面，并释放快门按钮，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如图所示的黑白相间的弯曲的条纹。从白色条纹的宽窄程度上，我们就能够判断出快门速度是否准确了。
为什么呀？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嘛，从上往下运动的光带穿过一个从左往右移动的窄缝，它本来应该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光斑的斜向移动，但是由于我们的大脑会暂时保留此前大约0.1秒进入到视线的画面，它就自动的将这个移动的光斑连起来了，变成了一条亮线，而亮线的宽度呢，正好就反映出来了快门前后帘之间打开的程度，非常巧妙，有没有？以最简单、最原始也最直观的方式，将1毫秒展现在了你的眼前。所以说嘛，徕卡相机，哎呀，真的是值得拥有啊，尤其是胶卷机了。最后啊，我要再补充一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黑白相间的光带是个曲线而不是直线呢？如果下移的光线和左移的窄缝都是匀速的话，它们所叠加出来的应该是条斜着的直线才对嘛。曲线就说明这2个运动里面呢，至少有一个不是匀速的。是的，快门做不到嘛，因为靠弹簧运行的它是没法不加减速的啊，这又是一个跟数字世界区别很大的地方了。恰好这也是我很欣赏它的一个地方。这是你电脑上面的耳机插孔，这是飞机上的耳机插孔，这是普通的耳机插头，这是飞机上的耳机插头，看出区别来了吧？飞机上的耳机要用2根棍插进2个洞里面才行，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问了一下 GPT 啊，他告诉我这3点原因。第一，历史原因。早期的飞机设计时 3.5 毫米接口标准还未发展到现在这种集左右声道和麦克风于一根插头上面的技术，因此那个时候飞机上面的耳机插孔都是左右声道分开的，需要2个 3.5 毫米插头分别实现左右声道同步发声。你看这个头啊，左右两边都各只有2段，而不是标准头上的3段，所以每边负责1个声道。GPT 说的没毛病啊。第2点原因是音质考虑，飞机上面的耳机插孔采用的是平衡口，而不是现在常见的单个 3.5 毫米耳机口。平衡口可以分别输出左右2个声道的音频信号，相比起普通 3.5 毫米耳机接口，音质更加优越。这种设计减少了左右声道之间的干扰，有助于提升音质。第3点，它是个防丢设计。飞机上面的耳机通常由航空公司配发，因为不通用现有的耳机接口，所以你就不会有欲望带走飞机上面的耳机了。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乘客将耳机带走，减少损失。但 GPT 的答案是完整的吗？并不是，因为其实飞机上配发的耳机所带的插头是长这个样子的，虽然分成了2根，但每一根都被分成了3段。按理说是可以把左右声道放在1根上面的，那为什么它还要用2根呢？答案是为了降噪。左右2根最顶上的这一节分别用于左右2个扬声器，其中1根最根部的那一节是用于2个扬声器的接地，而左右2根中间的那一节分别用于左右2个耳机的麦克风。最后剩下来的那个根部则是麦克风的接地。等等，它为什么要有2个麦克风呢？因为麦克风就是用来主动降噪的。扬声器旁边的麦克风会随时监听周围的噪音，并实时创造出一个与之抵消的波形，将它混合到你正在听的音频当中。于是基于波的破坏性干涉，噪音就被干掉了。可我的降噪耳机插头上面并没有麦克风的接头啊，它不也是能降噪的吗？对了啊，这就是飞机上发的降噪耳机跟你买的降噪耳机的根本不同了。你的降噪耳机会在耳机内部直接处理麦克风采集到的噪音信号，而飞机上发的降噪耳机则会把采集到的噪音信号通过接线送到飞机上面的电脑里面处理。这带来了什么好处呢？第一，造价便宜，你买的降噪耳机是不是挺贵的啊？当然了，它自带处理器哦。第2点好处还是防丢失，既然它拿下飞机就不能再降噪了，自然就减少了对某些人的吸引力了嘛，于是他们就更容易被留在原处。好了，下次坐飞机你知道该怎么跟旁边的人聊天了吧？看到苍蝇你会怎么做呢？要么离它远远的，要么就赶紧找个苍蝇拍来消灭它吧。但你可能想不到，令人讨厌的苍蝇呢，竟然还为我国伟大的航天事业做出过一份力量呢。苍蝇没有鼻子，但是它的嗅觉却十分的灵敏，甚至数公里以外的气味它都能够闻得到。那它是靠什么来分辨气味的呢？我们经常看到啊，苍蝇飞着飞着就赶紧停下来搓搓手。它喜欢搓手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苍蝇腿上分布着味觉和触觉感受器了。苍蝇还有一个更灵敏的鼻子啊，那就是位于头部的一对触角。每一个触角呢都有一个与外界连通的鼻孔，鼻孔里面遍布着上百个嗅觉神经细胞。一旦气味进入到苍蝇的触角呢，触角里面的这些细胞就会迅速把气味转变成神经电脉冲，送往苍蝇的大脑。不同的气味物质会产生不同的神经电脉冲，这些信号就会告诉苍蝇，这个气味是臭的，那个气味是香的。苍蝇就可以靠头部的一对触角灵敏的捕捉分辨气味了。在人类的科研工作当中呢，也需要对空气进行分析了。但怎么给机器装上鼻子呢？
仿生学家就在苍蝇身上找到了答案。苍蝇能够通过一对触角来辨别气味，我们也可以模仿苍蝇给机器装上一个电子鼻子嘛。于是科学家就开始研发小型的气体分析仪了。他们在气体分析仪的探头部位放入一只活的苍蝇，把非常纤细的微电极呢插到苍蝇触角里面的嗅觉神经上，再将嗅觉神经转化出来的神经电脉冲经过放大传输到数据分析器，分析器就能够对气味进行辨别了。这个气味分析仪呢可以用于气体监测，一旦被监测的气体出现，分析仪就会迅速识别并发出警报。研发成功的气体分析仪应用非常广泛对于空气质量要求极高的载人飞船也是安装了这种气体分析仪器的，用来检测船舱内的气体成分。除了航天飞船，这种小型的气体分析仪器也被广泛的使用于监测潜水艇和矿井里面的有害气体。想不到吧？苍蝇头上的小小触角呢，竟然还对人类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除了仿生苍蝇的鼻子，苍蝇的棘翅还是一个天然的导航仪人们模仿它制成了振动陀螺仪。振动陀螺仪是一个新型的导航仪，在飞机、导弹、火箭等高速飞行器的导航系统里面，测量飞行姿态的核心元件就是陀螺仪了。在黑暗或者是视线不好的环境里面呢，飞行员是很难辨别方向的，这是航空科研领域必须要攻克的一个难题了。昆虫学家通过对苍蝇的研究发现苍蝇的后翅退化成了一对哑铃状的平衡棒，叫做棘翅。苍蝇飞行时呢，棘翅通过一定频率的振动来调节翅膀的运动方向，保持身体的平衡。一旦苍蝇偏航了，棘翅就会把这个信号通过感受器的神经传送到脑部，大脑接收到信号之后呢，就会指挥身体组织立刻纠正偏离的航向。科学家受到苍蝇棘翅的启发，成功的研制出了一种音叉式的振动陀螺仪，把它安装在航天器上，飞船、火箭就可以自动纠正偏离的航向，保持正确的轨道运行了。微缩的振动陀螺仪与我们的生活就更加息息相关了。你此刻是不是正在用手机看这条视频呢？那你可能也会用手机刷到过能够感觉到方向的视频吧？手机向左偏呢，视频画面就会跟着向左偏，画面能够感知方向。手机每天根据你的运动步数进行运动排名，还有手机摇一摇功能，这些都是手机植入振动陀螺仪的强大功能。别以为苍蝇的本领就这些它的眼睛也是身体里面的高精尖组织了。苍蝇的复眼呢，由许多独立的小眼睛组成，每个小眼睛都具有一个独立的光学系统。这种复眼结构使得苍蝇对于快速移动的物体有着很好的追踪能力，千万不要小看它它们可厉害着呢。日光灯每秒闪烁60次呢，我们人类的眼睛就根本无法察觉出来了，但苍蝇却能够一字不落的看出来。美国科学家就根据苍蝇复眼的原理发明了鹰眼航空照相机，这种照相机一次能够拍摄1000多张高清晰的照片。天文领域也有一种叫做鹰眼的光学仪器，这是一种在黑暗的夜晚也能够探测到空气触色光线的仪器。这种仪器的多镜面光学系统正是根据苍蝇复眼的结构来设计出的。所以小小的苍蝇原来是一个集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于一身的大科学家。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从前认识苍蝇是一只假苍蝇不过下次看到苍蝇呢，可也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就心慈手软苍蝇拍还是要快速拍下去的，因为无论怎么样呢，苍蝇都是传播细菌病毒的害虫啦。这是一瓶经典的快乐水，可口可乐，谁不爱喝呢？但是如果它不是这样的深褐色，而是透明色的话，你还会喜欢它吗？我会纠结一下毕竟色香味美，色排在了第一位嘛。但其实呢，可乐不止一次推出过透明版本的第一次是在2战之后，随着美国大兵漂洋过海的可乐呢，同样也俘获了苏联人的心。但是这可是美帝的糖衣炮弹再怎么爱喝你也得给我戒了。不过有一个人就是戒不掉朱可夫将军，他实在是太爱喝这款深褐色的肥仔水了。于是为了掩人耳目，让别人看不出他喝的是可乐呢，欧洲的可口可乐公司就专门为他研发出了一款无色可乐，被装到印有红色五角星图案的瓶子里面，伪装成普通的伏特加。所以透明可乐的身世还挺高端的我决定试喝一下。那你肯定会说现在买不到了。对了，那就自己生产呗，我这儿有方子。在这本美味的化学书中呢，就提供了详细的材料和步骤说明。咱们先将一些牛奶倒进可乐，搅拌均匀，然后等待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面呢，每隔15分钟左右就搅拌一次可乐牛奶的混合物，最后使用咖啡滤纸过滤干净，你就得到了一杯失去了颜色的可乐了。咱来尝尝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呢？好吧，其实呢，我是来卖书的这套美味的科学系列一共有4本，分别是美味的生物、美味的化学、美味的数学和美味的物理。将书本上的数理化通美食结合起来，我这还是第一次见的很新颖也很吸引人。书中提供了大量有趣的插图和知识点，当然还有很多可以亲手尝试的小实验。学渣要是看了它，学霸你可就得要小心了而学霸要是看了它，原来学习不仅有趣，还能够这么美味呢！推荐给大家。近期世界各国地震频发，
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一时间，各品牌手机如何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也在网上传开。开启这项手机功能就能够躲避地震灾害了吗？地震是可以提前预警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不妨先来了解几次著名的地震预测事件了。我们生活的地表岩石圈看似坚固，但并不是一个整体，是由15个主要的板块构成的。这些板块呢漂浮在地幔物质之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块边界或者板块内部的岩石层破裂或者形成断层，地震就这样发生了。地球每年都会发生500多万次的地震啊！地球每天呢都会经历上万次的地震，也就是说人类其实生活在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地震的星球上，只不过大多数的震级呢都是很小的，人们并不会感觉得到。世界上运转着数以千计的各种的地震仪，它们日夜监测着地震的动向，记录着全球的地震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地震的国家了。东汉时代的科学家张衡在公元132年就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地动仪。经过公元134年的甘肃西南部的地震试验完全证实了它检测地震的准确性。这比欧洲创造的类似的地震仪呢早了1700多年。在对地震漫长的研究历程中很多研究者都曾经做出过地震的预测，但是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了。十分著名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些日本地震学家推断，在日本南海海潮的东北部骏河海潮将会在1978年左右发生一次8级地震，这就是日本地震学家十分笃定的东海大地震。但是45年过去了，东海大地震至今没有发生。受此影响，国际著名的地震学家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原所长茂木清夫于1997年在批评声中辞去判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也有预测成功的例子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了2次7.8级的强震。地震发生的3天前，荷兰研究者弗兰克·霍格贝茨发推文称，该区域迟早会发生7.5级的地震。他的预测就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围观个人媒体账号更是一天涨粉90万。霍格贝茨真的是具有地震预测的能力吗？实际上他之前做过很多的地震预测，但都是预测失败了。这次预测成功，更靠谱的说法应该是纯属巧合。一次严谨的地震预测呢，必须指出时间、地点、震级这3个要素缺一不可而霍格贝茨的预测并不准确，他说的是该区域迟早会发生7.5级的地震，这个迟早的时间范围就太过模糊了嘛。他指出的该区域呢，也囊括了4个国家，可见这种预测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是一次地震预警，只是一次成功的地震押宝。我国倒是曾经有过一例十分著名的地震预警发生在1975年的海城大地震之前。1975年的2月4日，我国成功预测出了海城地震，避免了10万人可能遭受的灾难。这次地震预警引起了国际的强烈关注。其实这次精准的地震预测呢，历时长达9年。1966年的3月，邢台发生了一场6.8级的大地震，地震中呢有8000余人丧生，受伤高达38000人。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央高度重视，周总理亲自前往灾区慰问。灾后，关于地震预报方面的研究就开展了起来。1967年，渤海湾又发生了一起7.4级的强震，辽宁各大地震预测点呢都严格监控各项数据，大自然也释放出了一系列的地震信号。之后几年，辽宁一带地下水异常外泄事件发生了600多起，蛇在冬天离开冬眠的洞穴，冻死在了大街上，老鼠成群的呆立原地，家禽家畜忽然绝食，一系列反常现象仿佛都在预示一场灾难的来临1975年2月一开始，密集的小震级地震就频繁的出现了，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累计达到了500多次。2月4日中午，辽宁地震部门认定一场可怕的大地震已经迫在眉睫了，政府就进入了临阵状态，开始安排大规模的居民撤离。晚上7点36分，一场7.3级大地震终于降临在了辽东半岛，震区面积760平方公里，拥有90万人口的海域，9层建筑被夷为平地，罹难人数达到了1300多人。但是由于准确的地震预测大多数居民还是迅速撤离了人口密集的居住地。如果没有提前预警伤亡人数可能会高达10几万。在这次事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准确的地震预测需要经过漫长的勘测，并结合诸多因素才能够得以实现的。通常来说地震预测按照时间尺度可以划分为4种情况：对未来10年内发生地震可能的长期预报，对未来1到2年内发生地震可能的中期预报，对3个月内发生地震可能的短期预报，以及对10天内发生地震的临震预报。目前科研人员基本可以实现地震的长期预测，但给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的短期预测还难以实现，目前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但是对地震的长期预测、中期预测也十分重要。例如这场海城大地震，如果没有地质人员近10年的数据监测，真正的灾难来临前呢，谁都无法传达出抢救生命财产的重要信号
在古老的地球面前，人类对地震的预测之路还会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共同努力以及期待啦。真心话大冒险，你上学的时候喜欢学地理吗？我相信大多数的理科生呢都不是太喜欢吧。但是长大后我才弄明白，其实我不喜欢的只是课本上教的地理，真正的地理魅力完全不输飞机、火箭和大炮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地球上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更好的管理和改善我们的生活与环境，可谓是既有趣又重要它帮助我们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比如气候、地形和地质生态系统等等，以便更好的理解自然灾害、资源分布和生态平衡。它告诉我们人类活动在地球上的分布和影响，帮助我们对城市规划、社会政策和商业战略的制定。它帮助我们找到平衡人类需求和自然资源的方式，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它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问题，包括领土争端、资源争夺和人口迁徙。它还有助于培养我们对不同地区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促进国际交流和多元文化的教育。哇，你看是不是每一项拎出来都能够独当一面了？这样的地理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也值得我们用更好的学习方式来学习。这本书半小时漫画中国地理就是打开地理学习之路的更好方式了。它将中国的34个省级行政区比作一个班级里面的34位性格迥然不同的同学，他们各有特色，各有特长，互相拉扯，经常互怼。你在看这样的地理书时呢，简直就像是在看热闹嘛，轻轻松松的就将其中的知识点 get 到了。同时这本书对地理知识的归纳也简洁到位，非常方便，灵活取用。比方说想要了解我们国家的地形地貌的特点，该怎么快速入手呢？书中给出了答案可以从3个关键点入手：山、风、河。看过之后我只能直呼太精辟了，推荐给你，尤其是推荐给正在上小学、很快就要接触学校里面的地理课的孩子们，由它打底地理不怕哦。你发现了没？私人飞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后置发动机。不管是湾流 G550 还是庞巴迪环球8000，又或是达索猎鹰 8X， 无一例外，他们的涡扇发动机都是挂在尾巴上的。为什么？总结起来它们主要与飞机的设计、性能和安全相关。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后部，可以带来以下这几点好处：第一，机身离地面较低，这就使得乘客更容易通过空中楼梯来上下飞机。这对于私人飞机来说就很方便啦，因为私人飞机通常是在缺乏登机桥或者是其他基础设施的小型机场运营的。第二，机舱内的噪音水平较低，因为发动机距离乘客较远，并且声音从后部传出，这就为乘客创造出了一个更加舒适和安静的环境。因为这些尊贵的富人可能想要在飞行期间工作或者是放松。第3点，飞机的平衡性和稳定性更好，因为发动机更靠近重心，并且如果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不对称的推力也会更小一些，这就提高了飞机的操控性和机动性，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或者是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第4点，机翼就有了更多的控制空间和表面，从而增加了飞机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和效率。机翼的重量和压力也会更小，因为它们不必支撑发动机或其燃油管路。第5点，由于发动机远离油箱和乘客，因此发动机损坏或者是火灾的风险也就较低了。发动机也不太可能从地面吸入异物或者是碎片，从而导致故障或事故你看看，考虑的是不是相当周到所以兄弟们要努力祝看过这个视频的各位人手一架湾流。第一个测出光速的人是谁这取决于你对精度的要求了要是没啥要求呢，那他就是伽利略。伽利略试图通过观察两山之间他和仆人打开灯笼的时间差来计算光速。具体是这么操作的：他和仆人提着灯笼各自爬上相隔较远的2座山顶，伽利略先打开他的灯笼并开始计时，仆人则会在一看到远处的灯笼亮起来之后呢，马上就将自己的灯笼打开。当伽利略看到他的仆人的灯笼亮起时，他就会停止计时并马上计算光线往返的时间。但是光线根本没有给他机会嘛，他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光线移动的速度远大于他和仆人的反应速度。换句话说，就是伽利略测出来的光速实在是快得离谱好，接着，如果咱对测量的精度要求稍微高那么一点点，那这个人呢，就是丹麦天文学家奥勒罗莫了。在1668年至1678年之间，奥勒罗莫在法国巴黎天文台观测木卫一的掩食现象。木卫一是距离木星最近的一颗卫星，它的公转平面和木星围绕着太阳的公转平面几乎是平行的，所以木卫一绕木星公转的每一圈呢，都会穿过木星的阴影，形成掩食现象，周期正好与木卫
一的公转周期相等，差不多是42.5小时。罗默在这10年间呢，一共观测并记录了60次的木卫一石的出现时间。结果发现啊，随着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移向木星，他观测到的木卫一石之间的时间间隔呢，在逐渐的变短。而当地球远离木星时，木卫一石的时间间隔则逐渐变长。罗默就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当地球距离木星最近的时候，木卫一石的出现时间将比按照它的公转周期所预测的时间呢，提前11分钟。而在6个半月后，地球离木星最远时，木卫一石将比预期的时间晚11分钟出现。他意识到啊，这种现象一定是由于光线的传播速度所导致的嘛。在不同的位置，由于光线穿过的距离不同，所花的时间当然就不同了。因此，根据地球轨道的大小，他所计算出来的光速为20万公里每秒。显然，罗默的测量结果呢还是不够准确的。那到底是谁第一个将光速的测量提高到接近现代最精确的数值的呢？答案是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布拉德利，时间是1728年。前一年啊，也就是在1727年，布拉德利一直在测量天龙座中最亮恒星埃尔塔宁的位置，而测量的手段称之为视差法，即我们观察到的恒星位置的小变化。布拉德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在他的时代啊，虽说地球和所有行星都绕太阳公转的日心说呢，已经被天文学家普遍的接受了，但是它尚未被天主教会接受。许多天文学领域以外的思想家仍然相信老旧的地心说，而要说服他们，只需要找到恒星的视差就可以了。它能够充分说明日心说的正确性。然而，布拉德利发现埃尔塔宁的位置呢，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发生变化。尽管他在这一年当中的确发现了其位置的微小变化，但这个位置的偏移与视差应该引起的偏移明显是不同的嘛。在试图解释他的观测结果时呢，布拉德利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效应啊，它后来被称之为恒星光行差。这个发现不仅证实了日心说，还帮助他对光速进行了准确的测量。咱们简单的描述一下什么是恒星光行差啊。想象一下你在雨天跑步，即使雨水是直接从天上垂直着落下来的，但因为你在向前跑，所以呢，你会感觉到雨水像是从前方斜着打在你的身上的。这就是因为你的运动改变了你观测雨水落下方向的视角。同样的啊，当地球在太阳周围运动时呢，我们看到的星星的位置呢，也会有类似的变化。尽管恒星实际上并没有移动，但由于地球的运动，我们观察到的恒星的位置呢，也有所偏差。这就是恒星光行差的现象了。所以啊，我们对所有恒星的观测中都应该要考虑它并校正它。显然，前人奥勒罗默在通过观测木卫一石来计算光速时呢，并不知道有恒星光行差的现象。现在布拉德利回过头再去看罗默的笔记，他心中就有数了。通过比较相隔6个月的恒星观测角度，再结合地球在轨道上面的速度，布拉德利计算出来的光速为301000公里每秒。这个与现代的观测结果已经相差无几了。你学会了吗？全世界最危险的铁路在哪儿？答案应该没有在意啊，印度。孟买郊区的铁路网络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之一了，它每天大约需要运送750万名通勤者。公平点来讲呢，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保持如此规模的平稳运行，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来说，已经是一种奇迹了。铁轨将孟买一分为2，在其穿越人口稠密地区时，最多只会被一堵矮墙给隔开。大约2/3的中心线两侧都有贫民窟。由于人行天桥很少，而且相隔很远，所以行人最常见的穿越方式呢，就变成了非法通过无人看管的铁轨路段。在高峰时段通常每分钟都会有大约45个人横穿铁路，而这样的行为自然就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事件嘛。于是难题就摆在了印度政府的面前，怎么才能缓解这个问题，同时还不用花太多的钱呢？有点贪心哈，但是呢，他们居然还真找到了。位于孟买的一家名字叫做 Final Mile 的公司，给印度铁路局呢提供了一个创意，它由3个基于心理学和决策科学方面的研究所制定的方案组成，分别利用到了莱博维茨假设、战斗或逃跑反应和鸡尾酒效应。咱们分别来讲一讲啊。第一，为什么这些乱穿铁路线的人们意识不到正在接近中的火车所带来的危险呢？这是因为进化使然的。莱博维茨假设进化使我们倾向于将一个向我们快速接近的较小物体视为比相同速度移动的较大物体更为危险。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进化阶段呢，较小且移动速度更快的物体，比如狮子、老虎等等曾经杀死了大多数的早期人类，而不是较大的物体，比如大象和长颈鹿。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的大脑对较小且移动速度更快的物体就变得更加的敏感和警觉了。这种适应呢，至今仍然存在。
因此人们无法正确感知火车这样的大型物体的速度，没有将其视为威胁，然后就完全无视规则的横穿铁路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Final Mile 建议在间隔相同的枕木上漆上一组鲜艳的荧光黄，使其成为火车速度的标记物，让穿越铁轨的人们一目了然的就能通过观察漆黄色块在火车身下消失的速度来判断出火车的速度啊，从而做出躲避动作。但是你以为你知道了火车的速度之后就能够真的躲避得掉吗？这就来到了第二项研究的应用了，战斗或逃避反应。这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在面对潜在的威胁或者是危险情境时的一种生理和心理反应的机制啊。这种反应呢是一种自动的本能的生存机制，旨在帮助个体应对可能的危险或者是威胁，并促使其做出适当的行动选择。不同的个体可能会由于情境的不同和自然倾向的不同，在逃跑、对抗和僵硬之间做出选择。但往往当古老的生理反应在面临现代的威胁时，几乎都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只是由于人们看不到这个错误决策可能会带来的后果，才选择忽视它嘛。那好，那我让你看见它不就好了吗？于是 Final Mile 聘来了一位专业的演员，拍摄和制作一个由3部分组成的画面。画面上一名男子在被撞倒之前惊恐万分的面部特写，显然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谨慎嘛。他们再把这样的海报设置在一些事故发生最频繁的地点，从而让穿越轨道的人们在一开始就宁愿选择慎之又慎啊。最后，是一个叫做鸡尾酒效应起作用的部分了啊。由于我们的大脑一次只能关注一个声音，因此如果有太多的声音，大脑就会自动过滤掉其中的大部分了。如果火车的喇叭声与靠近穿越者的其他声音混合在一起，或者与另一列来自相反轨道的火车的声音混合在一起，那么穿越者就将无法判断火车的接近方向。在这2种情况下，他的决策能力都受到了影响，导致他对接近的灾难漠不关心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 ，Final Mile 建议铁路局改变用于警告人群的鸣笛的模式，将原本连续长时间的长音鸣笛改为有时间间隔的短音鸣笛，这样就可以帮助过路的人们判断火车的方向，从而使他们在火车靠近时保持谨慎了。好，以上呢都是一个叫做瓦达拉试验的组成部分。那请问，仅仅只是通过一些小小的心理技巧会有积极的作用吗？当然是有的啊！印度铁路局通过该实验，成功的将与穿越铁轨有关的死亡率减少了大约75%，并且实现这个目标只花费了数千卢比，而不是数亿卢比啊！可以说，鱼和熊掌，它都得到了。当人类移民火星时，电能会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需求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氧气、水、食物，还有庇护所里面舒适的温度，都是需要由电能来提供的。那么如何发电呢？是学目前已经在火星表面运行的几辆火星车那样用太阳能电池板吗？有点困难，因为驱动它们啊，有个100瓦上下就可以了。而即便是以最保守的估算，保证一个人类居住地在火星上面的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电力，至少也是10千瓦起步啊。它大约就需要10吨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才行，并且还得针对火星的特殊环境做出大量的改造，比如其昏暗的日光和常年刮起来的沙尘暴。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了。既然火星不缺大气，而且还常年刮风，为什么我们就不转化一下思路，把发电的角色让位给风呢？是的啊，在火星上建风力发电站可不可行？我觉得大有可为啊。因为你看看，就在我们身边，风力电机是越建越多，越建越大啊，从而积攒了大量的经验。尤其是我们中国，目前风力电机的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1，全球将近1半的海上风机都是由我们来运营的。所以靠着这些经验呢，我们完全可能在未来的火星能源竞争中呢实现弯道超车。虽然你 NASA 研发的小型核反应堆 Kilopower 是很厉害，但是你架不住我们把风力电机插满整个火星啊。好，这是玩笑啊！下面我们就来认真的分析一下火星风机的可能性。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至少要让火星风机达到地球风机同样的功率。于是这个公式就很重要了 ，P 等于1/2 CP 乘以 ρ 乘以 V 的立方乘以 A。它描述了风力电机的功率同风机硬件和风速、大气密度等等的关系。左边呢是地球，右边是火星，看看要做怎样的改造才能够使两者的 P 值一致啊。首先啊，这个公式里面的 CP 指的是风力电机的功率系数，它表示风能的转化效率，其理论的最大值是 0.59， 称之为贝兹极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贝兹极限在火星上也是成立的，所以这个公式里面的 CP 在地球上和火星上呢是没有区别的，咱们就暂时把它给忽略掉啊。那接着看第二个要素 ρ 大气密度。
火星的大气密度大约是地球的1/60，所以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让火星风机产出跟地球风机同样的电力，我们就需要建设60台这样的风机才行。然后等式的下一项 v 的立方，即风速的立方。看到这儿呢，我就会心的一笑啊，因为这一项是成了个立方的，就意味着只要它稍微改变一点点，结果便会大不相同啊。比如，只要火星上面的风速是地球上风速的4倍，咱们就能把刚才增加为60台的风机再次减到1台了，因为4的立方是64，还超过了60，稍微赚了一点点呢。但是啊，我做了一个春秋大梦啊！虽然我们对火星上的实际风速了解的还并不太多，但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数据去推算，在好一点的地方呢，其平均风速也不过就是在每秒10米左右，跟地球上面的1级风场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一项里面呢，我们还真是捡不到什么便宜啊，比较遗憾。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了啊 ！A 即风机叶片扫过的面积。如果火星的风速并不比地球的风速快，我们也不想建比地球更多的风机，该怎么办呢？那就在这一项里面做文章嘛，同样也能够以小博大啊。因为圆的面积计算公式是派乘以半径的平方，所以如果想让火星风机达到地球风机的功率呢，我们只需要将它的叶片长度做成后者的8倍就可以了。目前地球上的风机叶片最长呢已经超过100米了，那么火星上它就需要长800米。哇哦，看来在火星上壮观是个常态啊，就像其最高峰奥林帕斯山能够覆盖几个地球的珠穆朗玛峰一样啊。但是800米长还是一片叶片，真的能够实现吗？考虑到火星上更小的重力，这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疯狂的想法了。再说了，100米叶片，那在地球上呢，已经是个超10兆瓦级别的风力电机了。在咱们火星移民的初期呢，根本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嘛。咱们就按照10千瓦来算。在地球上啊，10千瓦风机的叶片只需要3.5米长就行了，整体看上去呢非常的小，所以重量也就很轻了，加起来也就大约500公斤而已。但到了火星上，翻上8倍之后，其叶片长度已经来到了28米，材料使用的更多，重量自然也就上去了。如果用更轻的碳纤维，而不是地球上常用的玻璃纤维的话，它的整体重量大约会是在2到3吨，所以也还好吧。好了，最后你觉得火星风力电站这个项目靠谱吗？如果真要去投资建设的话，还有哪些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呢？留言来告诉我啊！螺旋桨飞机能够飞出超音速吗？能也不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当螺旋桨飞机的飞行速度接近音速时，螺旋桨将面临以下情况。一、压缩性流动问题。当飞机接近音速时，空气流动会产生压缩性效应，即气流在螺旋桨叶片前缘形成激波区域。这种压缩性流动呢，会导致在螺旋桨叶片表面形成高压区域，增加了气动阻力，并影响螺旋桨的性能。二、气动失速。当螺旋桨叶片接近音速时呢，其某些部分可能会达到音速或者是超过音速，而其他部分则仍然处于亚音速状态。这种不均匀的气动状态会导致部分叶片发生气动失速，即气流无法继续顺利的流进叶片，降低了推力产生的效率。三音爆和振动。当螺旋桨叶片旋转速度接近音速时呢，会产生音爆和振动问题。音爆是由于叶片前缘遇到超音速气流时产生的冲击波所导致的，而振动则是由于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受到不均匀的气流的影响。这些问题呢，不仅会影响飞机的性能和稳定性，还会产生巨大的噪音嘛。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呢，螺旋桨飞机在飞行速度接近音速时就很难进一步的加速去真正实现超音速飞行了。但有的人啊，就是不信这个邪，非要去试一下才肯罢休啊。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后就造出了2架飞得最快的螺旋桨飞机来验证，有了涡轮发动机的加持，螺旋桨能不能焕发新生呢？先是50年代初的 XF-88B。它很厉害哦，是第一架也是唯一一架飞过了音速的螺旋桨飞机。所以我一开始才说嘛，螺旋桨飞机还是能够飞出超音速的。但是呢，它开了个挂啊，因为在其飞行测试期间呢 ，XF-88B 在用螺旋桨产生推力的同时，也使用了2台带有加力燃烧式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啦。于是它的超音速呢不纯粹啊。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第一步的实验目的基本已经实现了，那就是看看将这2种推进方式整合起来之后，到底能够收获哪些好处呢？当时虽然早期的喷气式战斗机已经出现，但是它们在起飞时的速度较慢，需要一段很长的跑道才行啊。这个恰恰是航母上没有的啊。而螺旋桨飞机呢，则具备出色的起飞性能。如果能够将2者的优点结合，岂不美哉 ？XF-88B 呢，显然就已经验证了这种组合所具有的潜在优势。尽管在探索螺旋桨飞机是否能够实现超音速飞行方面遇到了一些阻力。好，于是此刻呢，工程师们有2个选择，一个是见好就收嘛，不再非要追求用螺旋桨来超音速了。而是去彻底拥抱喷气式，因为随着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展和涡扇发动机的成熟超音速能力显然还是要让位给它的嘛。第二个就是不，
我就是要用螺旋桨来超音速，之前超不了一定是技术上的问题，那我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不就好了吗？大家都是搞技术的啊，是我也会选后者的。于是，1950年代末 ，XF-84H 呢就诞生了。它拥有当时直径最大的一副3叶螺旋桨，可以通过改变桨距来调整拉力。它装着一台将2台涡轮机塞了进去的大力发动机。带上加力之后呢，能够输出超过7000匹马力的动力。它将水平尾翼高高升起，它在驾驶舱后方加上额外的叶片，它全副武装的把自己包装成了看起来就能够超音速的样子。但是啊，它飞得最快的时候呢，也没有超过0.83马赫，远低于它最初设计的目标了，是不是挺悲催的？好在它有一样实力是没有让人失望啊。制造噪音。由于那副不锈钢方尖螺旋桨在转起来之后，其夜间的速度已经是超过了音速的，于是，在音爆和震动的叠加之下呢，它制造出了惊人的噪音。据说，当它在地面上滑跑起来时，远在40公里以外都能够被惊扰到。而你要是不幸成了它的地勤，恶心和头疼就算是最轻的了啊！要是稍不注意靠的近了一些，癫痫都能够被它给震出来啊！这是真实啊，发生在一位倒霉的地面工程师的身上的。于是，既飞不快，还毛病一大堆。XF-84H 呢，很快就被叫停了。用螺旋桨飞出超音速的执念也由此成为了过去式啊。这是海王星，太阳系最边缘的一颗行星啊，距离我们超过40亿公里。迄今为止，到访过它的人造物体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枚旅行者2号探测器了。实际上，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旅行者2号在1989年8月靠近海王星时拍到的真实画面。想想还是挺让人震撼的啊，因为对任何从地球上扔出去的物体而言，想要到达这里呢，都是极不容易的。首先，第一是速度。在太阳系里面呢，太阳就是一个巨大的坑，谁想要从这个坑里面跳出去，都得要跟太阳好好的掰扯掰扯。尤其是当你离这个坑的中心还特别近的时候。众所周知，地球在太阳系当中呢排行老3我说的当然是距离上的，除了水星、金星以外呢，就是地球挨太阳最近了。于是想要从这里发射一枚探测器，逃离太阳引力的魔掌，去往太阳系的外围，甚至跟太阳系说拜拜，那简直没有任何的可能啊！因为哪怕我们使用最强大的火箭，它们也只能为探测器提供大约每秒10公里的速度，而计算显示从地球出发想要逃离太阳系，速度必须要超过42公里每秒才行。哎呀，这也差得太远了吧？算了。没啥指望了咱这辈子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太阳旁边得了。但天文学家会这么规矩吗？不啊，他们就琢磨出来了一个办法，出门旅行怎么能只靠我们自己呢？必须得拉上朋友帮忙才行啊！而且他们都还是大朋友，行星。是的，2个方面。第一，由于地球本身照着太阳的飞行速度呢，就有大约30公里每秒了。于是，只要咱们顺着地球的运行方向把探测器给甩出去，它在获得速度加成之后呢，就至少有了40公里每秒的速度了。你看，是不是一下子就离那个42公里每秒的阈值不差什么了呢？好，第二剩下的速度去问别的行星要呗，这就是所谓的引力弹弓了。咱们这儿呢就不再展开了。如果你想让我详细的讲一讲，就在此刻的弹幕上扣个1吧。简单理解就是在我选择以合适的角度切入某颗大质量星体的附近之后呢，便可以利用它的引力对我的拖拽，实现加速抛射的目的。现在很多的深空旅行都会利用到引力弹弓。但是对于旅行者2号，当然还有1号来说呢，他们要用的引力弹弓又特殊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做梦都想要到太阳系的外围去看一看时，他们突然就获得了一个天赐良机。经过一番缜密的计算之后呢，他们发现一场175年一遇的天文奇观即将发生。届时地球、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将呈现出一种完美的排列状态，从而能够允许一枚探测器在一次任务当中分别借助它们的引力，将它们全部访问一遍的同时，还获得了离开太阳系的船票。这便是旅行者1、2号的任务了。不过，算出轨道是一回事，要把这个轨道放到太空当中，还要让2枚探测器准确无误的沿着这条轨道前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拿第一个弹弓木星来说旅行者号想要从它那里获得动力，并且还不偏离自己未来的方向的话，它必须要在准确的时间点、准确的距离上穿过这个窗口才行。这个窗口有多大呢？直径大约150公里，相比起木星可能连睁眼都算不上吧。而且旅行者的穿越速度还是惊人的每秒10公里所以任务的成功执行必要的2个条件就是超级准确的速度精度和位置精度。那么旅行者是如何做到的呢？主要靠这几个系统：天线、太阳传感器、恒星跟踪器、微型推进器和陀螺仪。
第一步啊，旅行者在旅行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之内呢，都必须要将他的天线对准地球才行，这样他才能够跟地球保持通信嘛。于是啊，位于天线罩上方的这个太阳传感器呢，就会不断的控制这几个调制推进器，来让自己始终将太阳框在圆心当中，等于是锁定了旅行者探测器的 X 轴与 Y 轴方向。那 Z 轴呢？要是你不锁的话，旅行者还是可以这样滚动啊。好，这是恒星跟踪器要干的事了啊，它正好跟太阳传感器成90度角，通过将空中指定的明亮恒星框在圆心，实现了对 Z 轴的锁定。当然也要借助调制推进器的喷射啊。于是乎呢，旅行者的天线就能够始终对着地球不偏航了。可是它还有任务在身啊，比方说在路过木星、路过土星、路过土卫六的时候，还必须要转过身去给他们拍照才行啊。这一转身不就迷失方向了吗？怎么可以呢？所以啊，才要叫上陀螺仪的帮忙嘛。它可以精确的记录旅行者在3个轴向上所转过的角度，并通过计算来继续保持航向。那又是怎么计算的呢？通过不停地跟地面交换信号实现的。由于光速不变啊，所以通过信号收发之间的时间间隔，就能够计算出旅行者号相对于地球的距离。再通过2次信号测距之间的距离差和时间差呢，就能够得到旅行者号的实时速度数据了。然后不断的测量这些数据啊，就能够将旅行者号在太空当中走过的路径给绘制出来了。拿这个路径去对比标准路径，如果有偏差，就及时打开推进器调整，不就好了吗？然后啊，如果速度有偏差呢，也能调的啊，因为在旅行者的背面呢，还有几个调速的推进器，速度不够正着推，速度过了倒过来推，就能够始终把旅行者控制在正确的道路上。事实上，正是这套系统的出色配合，当旅行者2号路过木星，问对方要弹力时，它跟设计之间呢，只有1.4秒的时间偏差和60公里的距离偏差，相当的不可思议啊。